Hello，亲爱的美食爱好者们，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小蔬果世界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蔬果。橙子作为水果中的明星产品，可不只是味道鲜美，它的营养价值更是不容小觑。橙子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， 每100克橙子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大约在33毫克左右。这种强大的抗氧化剂不仅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，帮助身体抵抗各种疾病的侵袭，还能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，让我们的皮肤保持弹性，变得更加光滑细腻。同时，橙子中还含有丰富的纤维素，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消化功能，预防便秘。此外，它还含有类黄酮、胡萝卜素等多种营养成分，这些物质在抗氧化、抗炎、保护心血管健康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不过，橙子虽好，食用时也有一些禁忌需要注意。橙子中富含果酸，空腹时不宜大量食用，因为果酸会刺激胃黏膜，可能导致胃酸分泌过多，引发胃痛、胃胀等不适症状。正在服用某些药物的人群也要谨慎，比如他汀类降脂药、降压药、安眠药等。橙子中的呋喃香豆素等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，增强或减弱药效，甚至产生不良反应。所以在服药前后2至3小时内，最好不要吃橙子。另外，橙子性凉，脾胃虚寒、容易腹泻的人不宜过量食用，以免加重肠胃负担。剥橙子的时候，那溅得到处都是的汁水，是不是让你头疼不已？别担心，今天我就来帮大家解决这个烦恼，解锁几种简单又实用的切橙子小妙招，保证让你眼前一亮。方法1：轻松切片法。首先，我们把橙子的头和尾切掉，这部分果肉少，留着也没啥用。然后，在橙子的顶部轻轻切上一刀，注意哦，千万别切断，这就像是给橙子开了一个小口子，方便我们后续操作。接下来就可以用刀把橙子切成薄片了，片的薄厚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，喜欢吃厚一点的就切厚点，喜欢薄一点的就切薄点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全部切好以后，发挥你的创意，按照自己的习惯随意摆盘，这样切出来的橙子，吃的时候简直太方便了，只要顺着切口轻轻一掰，就能轻松吃到里面完整的果肉，一点汤汁都不会流出来。一口一个，简直不要太满足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，用这种方法切橙子，简单方便又干净卫生，瞬间提升你的待客档次，超赞有没有？方法2：可爱果碗法。同样，先把橙子的头和尾去掉，然后把橙子从中间对半切开，打起一半。这时候，我们需要一把锋利的刀子或者不锈钢勺子，沿着果肉和果皮的缝隙处，小心翼翼地画一圈，就像给果肉做了一个环切手术。把果肉挖出来，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，可别伤到手。把果肉挖出来后，倒在菜板上，你就得到了一个漂亮的半个果皮。再把刚才切下来的头尾塞进果皮里，哇，一个可爱的小碗就诞生了。接着，把果肉切成小块，放进果皮碗里，这样的造型是不是超级有爱？用这种方法切出来的橙子没有任何筋膜，色泽看上去更加诱人，吃起来口感也更好，水水润润的又多汁，就像在吃果冻一样。和普通方式切出来的橙子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，不管是从造型上还是从食欲上，都要胜出许多。小朋友看到这样的橙子，肯定会爱不释手，再也不会拒绝吃橙子了。方法3：完整剥离法。还是先把橙子的头和尾切掉，这可是切橙子的常规操作哦。橙子头部切掉之后，我们准备一把勺子，这可是我们的秘密武器。将勺子戳进橙子的果肉和果皮之间，然后开始转圈式的操作，就像在给橙子做按摩一样。不一会儿，你就会惊喜的发现，果皮就轻松的分离了，又快又不脏手，简直太神奇了。两面都用同样的方法操作，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橙子的果皮完全与果肉分离，然后随便选一个边，把果皮轻轻划开，
这时，一个完整的果肉和果皮就呈现在你眼前了。这样包好的橙子饱满多汁，大口咬下去，汁水在口中肆意迸发，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，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。那清新的果香，仿佛能瞬间驱散你所有的烦恼，让你陶醉在这美味之中。对了，说到这里，可别忘了橙子皮也是个宝。橙子皮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P 以及多种挥发油物质，还保留了部分橙子果肉中的类黄酮等营养成分。在食用方面，橙子皮经过适当处理，如糖渍、腌渍等，可以制成美味的食品或饮品。在生活中，橙子皮具有清新空气的作用，可放置在室内散发香气。在药用价值上，橙子皮可制成橙皮。在美容方面，橙子皮中某些成分对皮肤具有一定的保养作用。总之，橙子皮在多个领域都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价值。如果你需要完整的果皮，一定要试试这种方式哦。方法4：便捷分瓣法。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切法，非常适合自己一个人吃的时候。我们还是先把头尾切掉，然后将橙子切成几个小瓣，注意哦，底部不要切断就行，就像切披萨一样，但是要留一点连接的部分，这样橙子在散开的同时，又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可以随意拿起任何一个地方享用，方便快捷，既不沾手还不流汁，简直是懒人福音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都没想到，原来橙子还可以这样吃呢？这几种切橙子的方式，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魅力，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种呢？跟大家科普一下，以下几类人不适合经常吃橙子。1. 肠胃功能较弱者。橙子中含有丰富的果酸，对于胃酸分泌过多、患有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的人群来说，经常吃橙子可能会刺激胃肠道黏膜，导致胃酸分泌进一步增加，从而加重胃痛、烧心、反酸等症状，不利于病情恢复。2. 糖尿病患者。橙子的升糖指数相对较高，且富含碳水化合物。糖尿病患者如果经常大量食用橙子，可能会导致血糖波动，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，进而影响病情，增加并发症的发生风险。3. 服用特定药物者。橙子中的呋喃香豆素类化合物可能会与一些药物发生相互作用，影响药物的代谢和疗效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那里有更好的切橙子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让我们一起交流美食心得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实用的小妙招。我是小蔬果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